很多花友看着家里的盆栽，枝头明明冒出了绿油油的芽点，心里欢喜的不得了，天天盼着它抽条开花。可这芽点就像被施了定身法，10天半个月过去了，一丁点变化都没有，既不干枯也不生长，这种就是典型的盲芽。千万别舍不得，这种芽点留着就是个祸害，它就像个只吃饭不干活的懒汉，白白消耗植株体内宝贵的养分。你必须得狠下心来，手指头一掐，逼迫植株把营养重新分配到其他健康的芽点上，这样下一个冒出来的芽才会带着花苞，开出又大又艳的花朵。养花和养人其实是一个道理，植物需要修剪掉无用的盲芽来集中养分，人的身体也需要通过简单的动作来调动气血，每天蹬腿50下就是给身体做一次深层的疏通，让气血不再堵在下半身，把精气神提上来。很多人在养护月季、绣球或者三角梅这类开花机器的时候，最容易遇到盲芽。你仔细观察就会发现，正常的芽点是红润饱满的，生长速度肉眼可见，今天看是个小点，明天就能长出一节。但是盲芽不一样，它往往颜色暗淡，呈现出一种没有生气的灰绿色，甚至有点发紫，而且形态上比较瘦弱，柄端尖尖的，没有那种圆润的饱满感。最关键的是，它停止生长了。很多人不舍得掐，觉得好不容易长出来的，万一过几天它又长了呢？这就是一种赌徒心理。植物的生长激素是有限的，顶端优势决定了营养会优先输送给高处的芽点。如果顶端被一个停止生长的盲芽占据了，下面的侧芽就分不到足够的营养，结果就是上面不长，下面也不发，整棵树僵在那里，一副半死不活的样子。处理盲芽的手法非常简单，不需要动用剪刀，直接用手指甲轻轻一掐就掉了。但是这个动作的时机很有讲究，最好是在早上进行，这时候植物经过一夜的露水滋润，枝条脆嫩容易操作，而且伤口在白天阳光的照射下容易愈合，不容易感染病菌。掐的时候要干脆利落，不要留下一半残茬。掐掉盲芽之后，原本输送给这个芽点的营养通道被切断了，植物内部的激素水平会立刻发生变化，这就好比一条河流的主干道堵住了，水流自然会冲击其他的支流，逼迫植株去唤醒那些沉睡的叶芽。通常在掐掉盲芽的1周左右，你就会在原来的芽点下方或者旁边的叶叶处看到新的红彤彤的芽点冒出来。这些新芽往往长势极其迅猛，因为它们得到了集中的营养供应。我们再往深处讲一讲，为什么你的花会长盲芽？这不仅仅是运气问题，更多的是养护环境和根系状态的反应。很多时候，盲芽是根系发出的求救信号。如果盆土长期过湿，根系呼吸不畅，或者土壤板结严重，根系扎不下去，吸收不到足够的养分和水分，植株为了自保，就会主动停止顶端芽点的生长，以减少消耗。这时候你光掐芽是不够的，还得回头去检查盆土，拿个铲子松松土，或者掂量一下花盆的重量。如果感觉沉甸甸的却一直不干，那就说明排水出问题了。还有一种情况是光照不足，特别是对于月季这种强阳性花卉，如果长期放在光照不足的阳台角落，光合作用产生的能量不足以支撑花芽分化，它也会通过长盲芽来应付差事。这时候除了掐芽，你必须得把花盆挪到光照最好的位置，哪怕是垫高一点，让它多晒1个小时太阳，效果都完全不一样。肥料的使用也是个大坑，很多人一看植物不长就拼命施肥，觉得是缺得慌。其实盲芽期施肥要特别谨慎，如果是根系不好引起的盲芽，你这时候施大肥，反而会烧根，加速植株死亡。正确的做法是，掐掉盲芽后先控水，让土壤稍微干一点，促进根系去找水，等新芽冒头了，再给一点点稀薄的液体肥，比如发酵好的淘米水或者鸡蛋的复合肥水。一定要记住，薄肥勤施，宁可少给，不能过量。对于那些长期将苗不长的植物，有时候不仅要掐盲芽，还得结合修根换盆。把植物脱盆出来，看看是不是根系已经盘满了花盆，变成了一个硬邦邦的土球。如果是那样，光掐芽是没用的，得把老根切掉1/3，
换上疏松透气的新土，重新上盆，这样才能从根本上解决盲芽的问题。说完植物的疏通，我们再来讲讲人的疏通。为什么主题里提到每天蹬腿50下？因为现代人做的太多了。我们养花的时候知道，水流不通则臭，植物气血不通则盲。人也一样，久坐导致下半身气血瘀滞，腿部沉重，湿气堆积。这时候人的状态就跟那个长了盲芽的植物一样，看着也是个大活人，但就是没精神，哈哈，面色晦暗，吃什么补品都吸收不了。蹬腿这个动作其实就是人体版的掐盲芽，它不需要你专门去健身房，也不需要买什么器械，就在床上或者瑜伽垫上就能做。具体的动作要领是这样的，平躺在床上，双腿抬起，模拟骑自行车的动作，或者直接向空中蹬腿。这个动作看似简单，其实调动了我们腿部的6条经络。你的脚心是肾经的涌泉穴，你的腿内侧有肝经、脾经、肾经，外侧有胃经、胆经、膀胱经。当你用力蹬腿的时候，腿部的肌肉收缩挤压，就像一个个泵一样，把淤积在下肢的静脉血强行泵回心脏，同时拉伸了经络，疏通了气血。每天坚持蹬50下，你会感觉双腿微微发热，脚底板甚至会有酥麻的感觉，这就是气血通了的表现。这种蹬腿动作对于那些经常手脚冰凉，特别是到了冬天脚怎么都捂不热的人特别有效。中医讲寒从脚起，脚部的气血循环如果不畅，寒气就会顺着经络往上爬，进入脏腑，导致宫寒、胃寒等各种问题。通过蹬腿把下焦的阳气生发起来，寒气自然就散了。这就好比你在冬天给花卉做保温测试，根部暖和了，上面的枝叶才不会冻伤。而且这个动作还能强健腰肾。腰为肾之府，腿部的力量直接反映了肾气的强弱。很多人觉得自己腰酸背痛，以为是腰的问题，其实是腿部力量不足，支撑不了上半身的重量。每天蹬蹬腿，增强腿部肌肉力量，腰部的负担自然就减轻了。有些花友会问，掐下来的盲芽能不能扦插？理论上是可以的，但是成功率极低。因为盲芽本身就是营养不良的产物，细胞活性差，体内积累的生长素也很少。你把它插在土里，它很难生根，就算勉强生根了，长出来的苗也是弱苗，先天不足，后期很难带大。所以千万别为了省那点枝条去扦插盲芽，那是浪费时间。真正适合扦插的是那些开过花的粗壮枝条，那里面的养分充足，细胞分裂能力强，插一个活一个。在处理盲芽的过程中，还有一个细节很容易被忽视，那就是病虫害的预防。盲芽虽然不长，但它嫩啊，是蚜虫和蓟马最喜欢叮咬的地方。很多时候你看着是个盲芽，其实扒开一看，里面已经藏满了极小的虫子，把生长点给吃坏了，所以它才不长。这种情况下，不仅仅是掐掉那么简单，你得赶紧喷药。吡虫灵、定虫米这些常见的杀虫剂，该用就得用。掐掉的病虫害枝条，千万别随手丢在花盆里化作春泥更护花，那是给虫卵提供温床，一定要扔进垃圾桶，离你的花远一点。掐完盲芽之后，千万别觉得万事大吉了，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接下来的这几天才是决胜的关键期，就像人动完一个小手术需要术后护理一样，植物这时候也正处于一个敏感的恢复期。伤口虽然不大，但植物内部的激素正在进行剧烈的调整和重新分配。这时候很多花友容易犯一个错误，就是一看掐了芽，心疼植物受损，立马大水大肥的灌下去，想给它补一补。这可是大忌。刚掐完芽的头2-3天，植物的顶端生长点没了，蒸腾作用会稍微减弱那么一丁点，这时候如果盆土本来就不干，你再一大瓢水浇下去，根系就会因为缺氧而窒息，别说发新芽了，连老叶子都可能保不住。正确的做法是，掐完芽后，先让它饿一饿，渴一渴。这里说的饿和渴，不是让你把它干死，而是适度的控水。你要观察盆土的表面，等到表面发白，甚至土层下面2-3公分都干了，叶片在中午阳光强烈的时候，微微有点发软下垂的迹象时，再给它浇水。
这种干湿交替的刺激会给植物一种危机感。植物是很聪明的，当它感觉到水分不足时，它会拼命地向下扎根去寻找水源。根深才能叶茂，根系活跃起来了，吸收养分的能力才会增强。等到你再次浇透水的时候，根系就会像海绵一样疯狂吸水，顺带着把土壤里的养分也输送到枝头。这时候爆出来的新芽绝对是那个最壮实、最红润的。等到新芽冒出米粒大小的时候，就是我们介入施肥的最佳时机了。这时候不能用那种肥效猛烈的颗粒复合肥，容易烧坏嫩芽。我们要用温补的方法。家里如果有发酵好的黄豆水、淘米水，或者市面上买的液体通用肥，兑水稀释到2000倍左右，也就是看起来几乎和清水一样，稍微带点颜色的程度。沿着盆边慢慢浇下去，或者用喷壶给叶片做个喷雾。叶面肥的效果往往比灌根来得更快，嘿嘿，特别是对于那些因为根系弱才导致盲芽的植株，通过叶片吸收养分是一条捷径。但是要注意，喷叶面肥一定要选在傍晚或者阴天，千万别在烈日当空的时候喷，水珠聚光会把嫩叶灼伤，那就前功尽弃了。除了水肥、光照这个因素，我必须再强调一遍，万物生长靠太阳，这句话真不是随便说说的。很多花友家里的阳台是封闭式的，玻璃会阻挡大部分的紫外线，导致植物虽然看着亮堂，但实际上光合作用的效率很低。这种环境下长出来的芽很容易再次变成盲芽，或者变成土长的细弱枝。如果你家里条件允许，尽量把花盆搬到窗外，或者开窗通风，让它直接接受自然光的洗礼。如果没有这个条件，那你就要考虑买个补光灯了。嘿嘿，现在的全光谱补光灯技术已经很成熟了，每天给它补光4到6个小时，能极大的促进花芽分化。你会发现照了灯的植物叶片更厚实，颜色更深绿，冒出来的芽点也更紧凑。咱们再来聊聊土壤的酸碱度，这也是导致盲芽的一个隐形杀手。特别是像栀子花、茉莉花、杜鹃这些喜欢酸性土壤的植物，如果北方的花友长期用自来水浇花，土壤会慢慢碱化板结。土壤一旦碱化，里面的铁元素就被锁住了，植物吸收不到，叶片就会缺铁性发黄，新芽也会因为营养不良而停止生长，变成盲芽。这时候你光掐芽没用，得治本。每个月给它们喝一次硫酸亚铁水，或者用发酵好的橘子皮水来调节土壤酸碱度，保持土壤的微酸性，才能解锁土壤里的养分，让根系吃得饱饱的。有些花友会发现自己明明掐了盲芽，水肥光照都伺候得好好的，可长出来的侧芽怎么还是盲的？这时候你就要拿个放大镜仔细看看了，是不是有看不见的敌人在作怪？最常见的就是蓟马和红蜘蛛，这两种虫子非常狡猾，体积小，专门躲在嫩芽的缝隙里吸食汁液。嫩芽刚一冒头就被它们咬伤了组织，嘿嘿，导致生长点坏死，看起来就像是盲芽一样，而且往往是黑黑的、焦焦的。如果是这种情况，你得赶紧喷药。对于蓟马要在傍晚喷，因为它们怕光，白天都躲在土里或者叶背面，晚上才出来活动。对于红蜘蛛，就要叶子正反面都喷透，而且要几种药轮换着打，防止产生抗药性。把虫子杀干净了，新芽才能顺利长大。讲完了植物的内分泌调节，我们再回到人的身体上来。上一部分我们说了每天蹬腿50下，那是为了疏通下焦，引血下行。但养花人还有一个职业病，就是容易弯腰驼背，胸闷气短。你想想，我们在给花换盆、修剪、松土的时候，是不是大部分时间都是含着胸低着头的？时间久了，胸廓受压，心肺功能就会受到影响，人容易感到压抑、郁闷。中医讲肝主疏泄，肝气不疏，人就容易发火，脸色发青，长斑。所以我们在蹬腿的基础上，还要配合一个扩胸展翅的动作，专门用来疏肝解郁，打开心胸。这个动作也很简单，不用特意找时间。就在你给花浇完水，或者修剪完一盆花之后，站直身体，双脚分开，与肩同宽，深吸一口气，同时双臂向两侧平举，掌心向上，
颈力向后展开，感觉你的2个肩胛骨在后背努力的往一起挤，胸腔完全打开，头微微后仰，看着天花板或者天空。保持这个姿势3到5秒钟，憋住气，然后猛地呼气，双臂放松下垂，身体随之松懈下来。这一吸一呼，一紧一松之间，你胸中的那口浊气就排出去了。做这个动作的时候，你可以想象自己是一只正在展翅高飞的大鹏鸟，要把所有的烦恼都随着呼气甩出去。我们再深入一点，讲讲盲芽的哲学意义。其实，在植物的生命历程中，盲芽的出现是一种必然。没有哪棵树的所有芽点都能长成大枝，那是资源的极大浪费。植物通过产生盲芽来淘汰那些位置不好、由于遮挡见不到阳光或者发育不全的弱者，从而保证强者的生存。这是一种残酷但高效的生存策略。我们养花其实就是在参与这个优胜劣汰的过程。我们作为上帝之手，帮助植物加速这个选择，把有限的资源集中给最优秀的候选者。这和我们的人生规划何其相似。我们每天也会冒出无数个念头，无数个计划。我想学钢琴，我想学画画，我想去旅行，我想创业。这些念头就像是一个个芽点。如果我们舍不得掐掉那些不切实际的、时机不成熟的盲芽，试图让所有的念头都开花结果，最后的结果必然是精力分散，一事无成，整个人生就像那一盆乱糟糟、全是细弱枝条的月季，看似热闹，实则没有一朵像样的花。回到养护细节，还有一个非常高阶的技巧，叫损芽管理。在掐掉盲芽之后，如果你的养护得当，植株的基部，也就是土里面，经常会窜出来那种粗壮的像竹笋一样的新枝，我们叫它笋芽。这可是未来的主力军，是更新换代的好苗子。但是笋芽长得太快，水分含量极大，非常脆，风一吹或者手一碰就容易断。这时候我们要做个护花使者，找个小棍子插在旁边，把笋芽轻轻绑在棍子上，防止它倒伏。而且笋芽因为长势太猛，往往一窜老高都不分叉，导致株形不好看。这时候我们要对笋芽进行打顶，就是等它长到你需要的高度，比如30-40公分的时候，把它的嫩尖掐掉，这样就破坏了它的顶端优势，逼迫它发侧枝。1根笋芽变3根侧枝，3根侧枝再打顶变9根，这一棵花立马就变成了大花球。还有一种特殊情况，就是老桩植物的盲芽。很多花友喜欢买那种造型独特的老桩玫瑰或者老桩多肉。老桩的活性本来就比小苗差，输送营养的管道已经老化了。如果老桩上长了盲芽，千万不要一次性全部掐光，因为老叶子是它的能量工厂，如果你把芽都掐了，叶子也没剩多少，它就没法进行光合作用制造养分了。对于老桩，我们要分批次处理，今天掐掉几个最弱的，过1周再掐掉几个，给它一个缓冲期。同时可以用一些促进细胞分裂的生长调节剂，比如赤霉素或者云台素内酯，兑水喷洒枝干，唤醒沉睡的隐芽，帮助老桩焕发第二春。